1989年6月3日下午，烈日炙烤下的德黑蘭賈姆医院外，大量民众聚集，其中不乏黑罩袍婦女與小孩，他們都面向醫院方向祈禱。重症病房裡躺着一個身形消瘦且奄奄一息的老頭，他就是什叶派伊斯蘭教士心中神一樣的傳奇人物霍梅尼。半個多月前，他由於嚴重胃出血被送到了這家醫院搶救，在緊急的手術治療下，他暫時保住了性命，但情況卻依然不容樂觀，因為他同時還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和心臟病，大出血加重了他已經衰老的心臟的負擔，隨時可能因為一個急性心臟病而被真主召喚。病房內氣氛緊張且凝重，醫生和護士們忙碌地在病房中穿梭，所有人都知道這位伊朗的精神領袖命不久矣。大出血與多次手術已經讓這位曾經在伊斯蘭世界的呼風喚雨幾十年的87歲老頭神志陷入昏迷。迷迷糊糊中，他腦海裡仿佛又浮現出他在幾百萬什葉派教徒的注目下揮手的場景。隨着儀器的警報聲響徹病房，新一輪搶救又開始了。只不過這一次，霍梅尼再沒有醒過來，他受到了真主的召喚。僅僅3天時間，霍梅尼葬禮的消息吸引了伊朗以及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基斯坦等鄰近國家幾百萬什葉派伊斯蘭教徒齊聚德黑蘭，盛況空前。葬禮期間，大批狂熱的信徒為了讓自己承接更多的神聖之福，撬開了老霍的木棺，並撕扯開了霍梅尼的裹屍布。幾個最近的人還爬進棺木，親吻他們心中神聖的大阿亞圖拉的老臉。不可否認的是，送葬的幾百萬人对於偉大領袖霍梅尼的敬仰是真切的，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在看不見的角落裡，很多伊朗人对於獨裁神棍霍梅尼的暴斃感到慶幸，因為在他統治伊朗的10年裡，他們眼睜睜地看着一個與現代文明接軌的伊朗，一夜之間變成了由獨裁神棍統治的封閉愚昧國度。如果你翻看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後伊朗街頭照片做對比，女人的超短裙变成了厚重的黑色罩袍，街上的酒吧、咖啡馆、電影院等娛樂場所全部關門歇業，取而代之的是在街頭橫行的持槍宗教警察，抓捕不守宗教規範的人並投入監牢判刑。野蠻的宗教式處決再一次回到了伊朗，仿佛之前的現代文明沒有在這片土地存在過一樣。那麼，把伊朗變成如今這番模樣的霍梅尼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如何把伊朗從一個現代文明國度變成神棍控制的宗教國家？一夜之間的文明倒退是怎麼實現的呢？伊朗人民到底經歷了什麼？霍梅尼最後的日子又是如何度過的？下面就快訂閱 Zero 檔案，我們將為您講述伊朗的獨裁神棍霍梅尼最後一天的故事。1902年9月24日，霍梅尼出生於伊朗中央省霍梅因的一個宗教家庭。他的父親赛义德印第是伊斯蘭教什叶派的一位阿亚图拉，阿亚图拉是对什叶派中地位极高者的称呼。霍梅因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城鎮，位於海拔1850米、寸草不長的光禿禿的山坡上。在霍梅尼的童年时期，那裡的人們仍然将毛毯蒙在頭上取暖，緊緊地蜷縮在簡陋的火爐旁，才能度過寒冬。那時的伊朗城鄉根本沒有西方式學校，主要是毛拉們在冬天的農閒季節裡，把農民、地主和阿訇的孩子召集在一起，教他們念古蘭經，並以這部經典作為教科書學習作文。這就是霍梅尼的早期教育。當時許多阿訇只能博取地主和富人的歡心才能活下去，而霍梅尼的父親赛义德印第对封建權貴無所畏懼，控訴他們的剝削與無道，最終在一次傳道的途中被人殺害。9個月大的霍梅尼和母親相依為命，他的外祖父米爾薩艾哈邁德同樣是一位著名的神學家，使霍梅尼從小就受到宗教教育的熏陶。母親離世後，霍梅尼由信仰虔誠的嬸嬸撫養成人，在他15歲時，嬸嬸也去世了。他的哥哥莫爾特扎承擔繼續教育他的責任。霍梅尼一路苦學，終於在19歲那年拜當時最有名望的什葉派神學家哈埃里亞茲迪為師，接受他的指導。後來，
他和老師一起來到位於德黑蘭和霍梅因之間的聖地庫姆。亞茲迪在庫姆伊斯蘭神學院執教，霍梅尼就在此學習伊斯蘭教法和法理學。在伊斯蘭的世界裡，教派很多，據說多達70多個，但主要教派有2個：遜尼派和什葉派。遜尼派是主流派別，佔絕大多數，約90%；什葉派是第2大派，約佔1%。霍梅尼所在的是什葉派裡的主要大派12伊瑪目派，因為認定領袖的神裔共有12位，因此被稱為12伊瑪目派。最後一位伊瑪目宣稱暫時離開人世一段時間，也叫做隱遁，將來還會再次現身，但是人間的事不管也不行，因此最後一位伊瑪目還有4位代言人。代言人的位置慢慢變成誰的學問高，誰就是代言人，誰就有宗教的解釋權。因此什叶派逐步形成了包括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和霍贾特伊斯兰在內的宗教學者等級制度，這在遜尼派裡是沒有的。什葉派規定信徒必須追隨一位宗教學者，這使得高級宗教學者具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在什葉派的國家裡，宗教學者則可以利用巨大社會影響力叫板政府。霍梅尼就是朝着成為阿亚图拉這條路一直努力着。庫姆這座聖城改變了霍梅尼，勤奮和努力使他獲得淵博的知識和深厚的宗教理論。他希望通過神學的研究繼承父親的衣缽，這輩子繼續當個好毛拉。1929年，27歲的霍梅尼就開始在庫姆和內傑夫神學院講授伊斯蘭哲學和神學，逐步成為伊朗國內頂尖的宗教學者。霍梅尼一直研究神學、哲學、倫理學和伊斯蘭法律等內容，他出版了大量這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在他幾十年的授課中，培養了大量的中高級神職人員和一些伊斯蘭學者。神學院的教學方式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大學，這裡並沒有嚴格的教學計劃和授業時間，有的學生可以在此學習幾年、10幾年、幾十年，甚至一輩子。多年的教學活動使霍梅尼的學生遍布全國，他的影響和声望不断增加，逐漸形成以他為核心的宗教勢力。50年代末，霍梅尼終於獲得了阿亞图拉的稱號，60年代成為6大阿亞圖拉之一，名噪一時。在霍梅尼成为大阿亞圖拉的60年代，也正是伊朗在进行轟轟烈烈的白色革命的时候。一直研究古蘭經了的霍梅尼没有絲毫的現代觀念，他的腦子裡全是宗教的那一套。他非常反感當時巴列維國王的一系列現代化改革政策，一場宗教與現代的衝突即將上演。和所有中東國家一樣，伊朗也是靠石油發家的。早在1908年，伊朗就發現了國土上的第一個大油田——麥斯傑德伊蘇萊油田，該地遂成為中東地區石油工業的發源地。在二戰後亞非拉民族主義大潮中，經過艱難的談判，1953年伊朗政府如願與跨國資本達成協議，伊朗國家石油公司與國際石油財團平分石油利潤。從此，伊朗石油產量大增，滾滾的石油美元隨之湧入國庫。1954年，伊朗的石油收入僅3400萬美元，到了1962年，增長了12倍，變成4.37億美元，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上升。隨着伊朗國庫一起膨脹的是國王巴列維的大國雄心。1963年1月，巴列維國王正式宣布關於社會發展的6點計劃，包括了土地改革、牧場森林國有化、賦予女子選舉權以及農村掃盲等，其中的核心內容還是土地改革。國王還刻意避開了象徵社會主義的紅色與象徵反動派的黑色，自豪地將他的藍圖稱為白色革命。這個具有伊朗特色的土改方案規定，地主擁有土地的最高限額是一個自然村落，超過部分必須出售給政府，但果園、花園和機耕土地不在其列。政府根据地主往上報的土地收入和繳納的地產稅確定購價，分10年付清地款。政府將所購置的土地出售給享有租佃權的無地農民，購地者可在15年內付清地款。到1971年，92%的伊朗農戶有了自己的耕地。然而，在當時的伊朗，一個5口之家的農民平均需要7公頃的土地才能維持一家溫飽。
75%的自耕農獲得的土地難於維持生計，只能和沒有土地的126萬戶農村手工業者和僱傭佃農一起湧入城市尋找飯碗。好在城裡並不缺乏謀生手段，依靠石油美元的巨額投資，伊朗正在從一個農業國向着現代工業國邁進，對勞動力有着旺盛的需求。不僅紡織、食堂等傳統工業部門突飛猛進，而且新建一批新興工業部門，工業體系開始逐步完備。1971年12月，伊朗煉出了第一爐生鐵，軋鋼廠、鋼管廠、鎘廠、化肥廠和石化廠相繼投產，柴油發動機和拖拉機制造業也相繼誕生。1960年全國發電 6.89 億度，1972年為 95.53 億度，10年內修建了21000英里的公路，國內17個城市建設了飛機場、郵輪碼頭、大型儲油庫和石油化工廠也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伊朗國民生產總值在10年間增加了4倍，人均国民生產總值也增加了2倍。1973年1月，在白色革命10周年之際，巴列維宣布將伊朗石油資源收歸國有，其管理權也由國際財團轉歸伊朗國家石油公司。這一年的10月，石油危機爆發，油價從每桶 1.85 美元驟升至一年的 10.21 美元。這對伊朗政府來說是喜從天降，石油收入從1972年的28億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78億美元，使得伊朗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1970年代中期，伊朗的人均收入已達2500美元，65%以上的人有了自己的住房。與此同時，軍備現代化在石油美元的支撐下展開。1976年，伊朗的國防開支接近9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7位。大量美制武器的入役，使伊朗成為波斯灣地區无可爭議的第一軍事大國。伊朗的空軍和海軍可以與海灣所有阿拉伯鄰國的空海軍聯合力量相匹敌，其地面部隊人數相當於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兩國地面部隊人數之和的2倍。1974年，伊朗出兵4500人，幫助阿曼蘇丹鎮壓阿曼人民解放陣線游擊隊。此時的伊朗俨然已是海灣憲兵，相比二戰期間任人擺弄的窘境，可謂天壤之別。在這一年，巴列維已經提出要在不久之後超過一個或幾個歐洲大國，成為世界第5大強國。然而，在世界第5強國夢的背後，伊朗背後還隱藏着巨大的問題。巴列維的伊朗成為世界強國靠的是石油美元，而它的衰落也是因為美元。在短期的空前繁榮之後，伊朗經濟在1975年盛極而衰。由於世界石油需求萎縮，油價驟降，政府財政從上一年的盈餘20億美元一變為73億美元的赤字。大手大腳已成習慣的伊朗當局被迫實行緊縮政策，2年內將開支削減了190億美元，超高速的經濟增長戛然而止。經濟好的時候，很多問題都不是問題，但伴隨經濟的下行，長期被炫目的經濟增長數據掩蓋的問題浮出了水面。面對商業衰退和國家過多管制市場，商人們怨聲載道，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農業生產也出現了巨大損失，這與白色革命的初衷截然相反。10年前，伊朗還能夠向外國出口谷物、稻米和食糖，而1970年代中期以後，反而每年需要大量进口。城市的局面同樣糟糕，幾百萬收入低微的伊朗人在超過 20% 的通貨膨脹中掙扎。除少數企業裡的技工，絕大多數工人收入微薄，4口之家平均日收入不到200里亞爾，買1公斤肉就要花去1天收入，一間房租金每日100里亞爾，眾多工人只好全家住貧民窟。貧富差距大至駭人的地步，在德黑蘭的大資本家一天進賬5萬美元，從來不必在乎周末是到歐洲還是北美購物。與此同時，小農每年收入不到200美元。當時國王的孪生姐姐長公主阿什福尔擁有海灣地區最大的賭場和鴉片種植園，並且荒淫無度，坐擁無數男模，黃賭毒俱全。國舅一家壟斷了伊朗的公共工程招標，王后自己的內廷辦公室成為國內最大的珠寶分銷商，而王后的老媽
將德黑蘭大學的免費伙食送去黑市倒賣，變成了國王丈母娘的私房錢。王室收不住自己的手，社会改革太快，又導致宗教階層抵制，這些都嚴重撼動了巴列維王朝的統治根基。與此同時，與其他獨裁者採用的方式一樣，巴列維加緊控制輿論，任何不滿言論都將遭到嚴厲處置。情報組織薩瓦克血腥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一言不合就文字獄伺候。為了反腐，巴列維成立皇家調查委員會，成員們隱姓埋名，走訪全國各地，甚至連薩瓦克都調查。此外，還有比委員會更加秘密的組織，由15名忠心耿耿的上校組成，以國王的名義全面調查高級官員的腐敗問題。但當所有的調查都指向巴列維的姐姐阿什拉夫公主時，全部偃旗息鼓。对國王鼓吹的偉大文明的高期望值和令人沮喪的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伊朗民眾普遍感到不滿。在伊朗这樣一個既沒有工人運動傳統，也沒有民主選舉歷史的伊斯蘭國家，人們很自然地轉向宗教尋求慰藉。這對巴列維國王而言絕不是一個好消息。一隻靜靜潛伏在暗處的猛獸正在對巴列維的伊朗王國虎視眈眈，而這隻猛獸就是伊斯蘭什葉派的大阿亞拉圖·霍梅尼。早在當初白色革命開始後，巴列維國王便與伊朗歷代王朝的傳統支持者伊斯蘭教士毛拉們勢不兩立了。因為土改摧毀了毛拉們對農村土地的佔有，給予婦女選舉權更是被視為對古蘭經的背叛。當時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霍梅尼就公開發起了對國王的抗爭，他抨擊王室因為投靠美國，營私舞弊和文化墮落。霍梅尼稱巴列維是暴君，認為他褻瀆了伊朗憲法和古蘭經。不得不說，神棍霍梅尼在伊斯蘭什葉派中的號召力是強有力的。失去工作的流民們正對國王十分不滿，再被霍梅尼這麼說教幾句，於是都紛紛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引發了全國性的反國王示威活動。霍梅尼作為罪魁禍首被囚禁起來，示威群眾則要求國王下台，推翻王朝統治。他們不斷湧向首都德黑蘭，規模越來越大，局勢漸漸失控，示威活動逐漸變為一場騷動。憤怒的群眾燒毀汽車，洗劫商店，搗毀政府機關，掀起一場宗教狂熱運動，很快便蔓延全國。為了安撫群眾，巴列維不得不將霍梅尼釋放。自由後的霍梅尼反而變得更加倔強，他曾經公開辱罵巴列維為卑鄙可恥的人，美國的走狗。霍梅尼大肆抨擊巴列維的政策，破壞了伊斯蘭的傳統，讓伊朗淪為一個毒品、酒肉、妓女泛濫的國家。1964年11月4日，實在受不了的國王派遣一個小分隊埋伏在霍梅尼早上去清真寺的路上，士兵們直接將其帶到德黑蘭曼赫拉巴德機場，將他流放到了土耳其。巴列維不能殺了霍梅尼，因為霍梅尼一旦去世，狂熱的教徒们立刻會將其在心中封聖，死了之後影響力比活着還大。選擇土耳其作為流放地，是因為當地主要以遜尼派為主，霍梅尼會失去信眾的支持。1965年，土耳其忙於大選鬥爭，霍梅尼趁機流亡至伊拉克。當霍梅尼到達伊拉克時，總統阿里夫給予這個老人最高規格的接待。1970年，伊朗什葉派最高領袖哈基姆去世，霍梅尼成為什葉派最高宗教領袖，從此獲得了最高的宗教解釋權。這下就更殺不得。霍梅尼在等待一個一躍而起的機會，而這個機會正在醞釀之中。從1974年開始，伊朗經濟開始失速，通脹率快速上升。1975年經濟陷入負增長，1976年反彈，1977年又是負增長，1978至1979年增速超過-10%。經濟一旦停滯，海面之下湧動的不滿、憤怒與仇恨就噴湧而出。巴列維推行的不少改革，忽視了伊斯蘭教的傳統，嚴重傷害了伊斯蘭教會的經濟利益及信徒的情感。巴列維採用合作社的方式推行土地改革，剝奪了大地主和教會的土地，將土地折合為合作社的股票分配給農民。農民手握股票，心中不安，感覺被欺騙了。同時，
大批的農民流向城市，經濟失速時，大批失業的農民工又無法回農村耕地。70年代，伊朗人口快速增加，到1976年，伊朗人口超過3300万，其中接近一半居住在城市，超過一半都是不到20歲的失業年輕人。他們成為了一股難以控制的革命洪流。另外，曾經被巴列維鎮壓的民族主義勢力、憲政自由派、左翼政党、工會勢力及失業工人也開始蠢蠢欲動。從1977年開始，伊朗逐漸爆發大規模的反政府、反國王運動。1978年，各城市遊行示威不斷升級，遊行群众高呼打倒國王、西方傀儡，建立伊斯蘭教國家。不少遊行队伍都舉起了霍梅尼的畫像。1978年9月8日，在德黑蘭的一場示威中，軍隊鳴槍示警無效，終於朝繼續前行的人群開火，造成89人死亡。已經流亡國外的霍梅尼開始趁機大肆對外宣傳，政府屠殺了4000名平民。由此，伊朗爆發大規模反國王浪潮，伊拉克納傑夫成為該浪潮的指揮中心。但是遜尼派的副總統薩達姆害怕霍梅尼煽動伊拉克境内什葉派反對其所在的復興黨，把他的命也順便革了，二話不說將其驅逐出境。至此，薩達姆和霍梅尼俩人結下了梁子。1978年10月，霍梅尼流亡至巴黎郊區的一個小村莊，他在那裡建立了伊朗伊斯蘭革命指揮中心，為國內反國王運動提供指導。霍梅尼雖遠在巴黎，但他每天講話的錄音被制作成磁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伊朗民眾間擴散開來。在長達14年的流放中，霍梅尼只是在表面上喪失了權力和影響，但在實際上卻擁有千軍萬馬。伊朗全國有18萬毛拉、8萬個清真寺，這些都是霍梅尼的基地、兵營和宣傳中心。而就在這關鍵時刻，卡特政府派遣特使到伊朗軍中，強調要避免伊朗爆發內戰。卡特當年標榜國際人權外交，獲得不少民眾支持。他上台後實行隱忍外交，不支持政府以國家力量打擊民眾。而當時伊朗的人權記錄並不理想，這讓卡特政府內部產生了意見分歧，因此卡特對是否支持巴列維鎮壓反對派顯得猶豫不決，這導致軍隊不敢輕舉妄動，採取中立態度。11月6日，巴列維在伊朗電視台發表講話，對統治期間犯下的錯誤作出道歉，並保證開放黨禁、打擊腐敗、創建民主聯合政府。遠在巴黎的霍梅尼嗅到了國王的軟弱，於是趁機鼓噪群眾，宣稱美國政府不再支持巴列維這個軟蛋。這時，巴列維患癌的消息被曝光，群眾更加相信美國人不可能支持這個不久於人世的國王。巴列維的支持者也紛紛倒戈。1979年1月，巴列維以休長假為由被迫逃離伊朗。這時，伊朗出現權力真空，幾十萬裝配精良的軍隊陷入群龍無首，一些軍隊及官員立即倒戈。再看這邊，霍梅尼不僅是個只會念經解經的大阿亞圖拉，更是頂尖的政治高手。霍梅尼心裡比誰都清楚，他從一開始就看到了美國對伊朗的重要性。早在伊斯蘭革命成功之前，他就一直為美國吃迷魂藥。流亡期間，他向美國政府喊話，要求美國放棄支持巴列維政府。在巴黎的時候，霍梅尼一臉嚴肅地忽悠美聯社記者：個人願望、我的健康都不允許我在現行制度垮台後，在國家管理中發揮作用。類似講話數不勝數，霍梅尼大量使用模糊和欺騙性的語言，讓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對他的目的產生了誤判。美國高層完全忽略了霍梅尼過去的言論，錯誤判斷即使霍梅尼上台也不要緊，或者說他根本就不會接受政治權力。當務之急是跟霍梅尼搞好關係，避免亲蘇勢力在伊朗上台。其實，巴列維王朝的倒台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然結局，只是巴列維的愚蠢加速了這一進程。歐美國家看過太多君主政府倒台，他們通常選擇順勢而為，另選更有實力的政治勢力合作。前有國民政府倒台，今有巴列維王朝倒台，後面還有阿根廷和韓國軍政府倒台。不過，這次美國人被扮豬吃老虎的霍梅尼狠狠坑了一把。
伊朗人也疏忽了，他們没想到的是，革命送走了一位君主，卻迎來了一個神棍。1979年2月1日，一個霧蒙蒙的早上，來自巴黎的特許航空公司航班降落在德黑蘭梅拉巴的國際機場。78歲的霍梅尼身着標誌性的黑色長袍和頭巾出現在飛機上，而在2周之前，無力控制全國局勢、身患淋巴癌的巴列維國王自己駕駛飛機，帶着自己的妻兒老小離開了自己的國家，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在外流亡了14年的霍梅尼回到了伊朗，在興奮和吶喊聲中，他偶爾會撫摸銀色鬍鬚，舉起手來問候。前往伊朗的法國航空班機上，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駐德黑蘭記者彼得·詹寧斯訪問霍梅尼：“你對於返國的感覺如何？”霍梅尼冷靜地回答：“沒感覺。”但下了飛機，霍梅尼就找到了感覺。當天，在首都的烈士陵園裡，面對成千上萬發自真心迎接自己的國民，霍梅尼莊嚴宣布3項承諾：教示不干政，建立一個代表伊朗人民的民選政府，提倡自由平等，沒有人會在這個國家無家可歸。伊朗人將實現免費電話、免費供暖、免費電力、免費巴士、免費石油，甚至免費教育。民眾聽到後一片歡騰。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給伊朗人和世界一個錯覺，這是一場進步的革命。當時的參加革命派別眾多，人群複雜，有左翼政黨、民族主義者、憲政自由派、中產階級、農民及烏合之眾，並不僅僅是霍梅尼領導的什葉派。但是各派領導人都高喊自由平等的口號。很多參與革命的伊朗人認為，伊朗只要終結了君主制，不管採用西方道路還是組建伊斯蘭國，都會比現在更好。英美國家的政要與精英可能也都這麼認為。巴列維流亡後，憲政自由派領導人巴赫蒂亞爾組建了臨時政府，他對外宣稱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國家領導人，並實施憲政。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霍梅尼不會介入政治，對政權不感興趣。的確，從表面上看，霍梅尼多次通過西方媒體表示，他不想擁有權力或政府的掌控權，他對權力不感興趣。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將霍梅尼吹捧為伊朗爭取自由又淡泊名利的华盛頓式英雄。就這樣，這位老谋深算、年近80的老頭騙過了所有人。但是，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向其盟友開刀，首先公開反對巴赫蒂亞爾率先組建的臨時政府，並稱：“由我任命政府，我會任命一個受民眾擁戴的政府。”回國僅10天後，霍梅尼就任命巴扎爾干為臨時政府總理，並要求民眾：“你們必須要效忠他。”他甚至發出警告：“這是真主的政府，誰違抗這個政府就是違抗真主。”霍梅尼先穩住軍隊，使軍隊保持中立，然後大力發展信徒維斯加軍。當霍梅尼起事時，伊斯蘭革命衛隊倒向霍梅尼，並血腥鎮壓憲政自由派及反對者。巴赫蒂亞爾逃往法國，於1991年在巴黎被伊朗特工暗殺。不信教不信神的左翼政黨很快被清除殆盡，大批就政權的高級軍政官員遭到囚禁或處決，王室財產被沒收，富人們紛紛出逃。同年3月，僅僅回到伊朗才1個月的霍梅尼就公開宣稱：“不要跟我提民主，那是西方那一套，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接着又宣布：“我不喜歡一切能腐朽我的東西，肯德基、麥當勞，連同酒吧、咖啡館、電影院、紅燈區、賭場全部給我滾！伊斯蘭教清規戒律要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為了偉大的安拉。”霍梅尼發起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將伊朗全面伊斯蘭化。霍梅尼廢除了巴列維王朝頒布的女性家庭保護法，採用伊拉斯法令，強制要求婦女必須遮掩頭髮，嚴禁抽菸喝酒，男女游泳，要求中小學及大學停課，對教材、老師隊伍進行整頓。所有課程都由伊斯蘭大學委員會編寫，查處一切西方書籍及電影，將女孩的法定結婚年齡降到9歲，已婚婦女則不允許在普通學校上課。1-2個月前還歡呼雀躍的革命女性，
這是目瞪口呆了。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一天，德黑蘭婦女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活動，她們高舉着用波斯語和英語寫着呼籲女性解放的訴求標語。當時，遊行的女性依然面帶笑容，絲毫未感覺到她們將長期頭戴黑紗、身穿長袍，巴列維時代的開放已一去不復返。3月31日，伊斯蘭共和國以公投的方式成立，從巴列維流亡到伊斯蘭國成立。不過短短2個半月，西方人、伊朗人、全世界都還沒反應過來，伊朗已經徹底進入了政教合一的霍梅尼時代。霍梅尼将美國和以色列列為伊朗的头号敵人，他號召革命卫隊及教徒打砸一切帶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可口可樂、麥當勞、酒吧、咖啡館、賭場及娛樂場所。他和其他的獨裁者沒有什麼兩樣，唯一不一樣的就是他擁有至高無上的宗教解釋權，這為他的獨裁找到了更正統的理由。老頭霍梅尼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獨裁神棍，他的腦子裡沒有現代觀念，只有宗教理念。他把當初對伊朗人民的承諾全部拋之腦後，在伊朗人抱怨生活水平下降時，他再三回應了他的經濟政策，認為經濟是笨蛋的東西。在霍梅尼的伊斯蘭式嚴格管制下，伊朗的絕對貧困人口在其統治時期的首6年內增加了 45%， 伊朗人移居國外的情況也加劇，幾百萬企業家、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及熟練的工匠及他們的資本都轉移到國外。所有在伊斯蘭革命前建立起來的現代文明，不是在倉皇逃離，就是被毀滅殆盡。霍梅尼為了提升自己的權威，使用了獨裁者的傳統異能，煽動對外仇恨。1979年10月，流亡的巴列維前往美国治療癌症，這是激怒了伊朗信徒。11月4日，霍梅尼煽動數萬信徒衝入美國大使館，將66名工作人員扣為人質。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伊朗人質事件。事件發生後，美國朝野譁然，卡特總統立即制裁伊朗，停止從伊朗進口石油，凍結了80億美元的伊朗人在美資產。伊朗提出釋放人質的條件，包括遣返流亡美國的巴列維，就1953年策动政变向伊朗道歉。卡特總統為他自己疏忽大意，讓神棍上台付出了代價，人質營救失敗，直接導致卡特連任大選失利。里根總統剛上台，便與伊朗達成了協議。1981年1月20日，美使館人員被挾持了444天後才終於獲釋。也就是這次事件後，伊朗被美國定義為了恐怖主義國家。任何獨裁者上台後都要進行一輪清洗，而除了政敵的清洗以外，更重要的是對軍隊的清洗。1980年9月22日，同樣剛上台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和霍梅尼想到一塊去了，利用戰爭清洗前朝軍隊。於是2伊戰爭爆發。其實霍梅尼從上台後就準備對軍隊下手了，但一直沒有借口和能力。在1979年，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取得成功之後，當时伊朗皇家軍队基本上都是巴列維王朝的旧势力所掌控，所以霍梅尼极其不信任。而且因為伊斯蘭教的影響，霍梅尼对这支不信伊斯蘭教、极度西化的軍隊尤其的厭惡和憎恨，所以上台之後就開始對巴列維留下的皇家軍隊下手了。剛好隔壁的薩達姆也需要清洗前朝軍隊。2伊戰爭中，伊拉克死傷30萬，而伊朗死傷達到100萬級別，而這裡面大部分就是當年的巴列維的皇家軍隊，尤其是在伊拉克初期的進攻中，伊朗的皇家軍隊基本上成為炮灰，雖然阻擋了伊拉克的進攻，但是死傷殆盡。而且在後期的人海戰術中，這些軍隊大部分成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炮灰，基本上被滅得差不多了。而可悲的是，2伊戰爭的成果最終被伊斯蘭革命衛隊取得，而做出巨大犧牲的皇家軍隊功績被埋沒。到1984年，霍梅尼已經完全控制了局勢，伊朗也徹底地成為了一個教士治國的神權專制國家。霍梅尼在位的10年裡，有8年是在戰爭中度過的，伊朗人民的死活根本不在霍梅尼的考慮範圍內，幾乎家家都有人因戰爭而亡。戰爭不僅能清洗軍隊，
也大大的樹立了神棍霍梅尼的獨裁權威。總的來說，霍梅尼和其他所有獨裁者上台後採用的鞏固政權的手段一樣，第一招就是槍打出頭鳥。當時反伊斯蘭的遊行組織的頭部人員主要是一些中產階級及以上人物，他們因為接收到了新思想，也有最新的信息渠道，所以最先知道了霍梅尼的真正目的。霍梅尼知道，只要铲除了這部分人，其他人就是烏合之众，於是他就開始對這部分人進行鎮壓，該抓抓，該殺殺。當時很多人選擇了逃出了伊朗。第二招就是控制思想。霍梅尼認為，只要能夠讓每一個人都成為伊斯蘭教徒的話，自然就不會反对政教合一了。於是他下令讓教士階級的人到處去傳教，並且要求學校從小學開始就要引入這類課程，讓孩子從小就成為一個堅定的伊斯蘭信徒。第三招就是无孔不入的監視。霍梅尼當時在各個地區都設立了監視機構，而且還有一部分特工會偽裝成平民來生活，所以在當時民眾之間連基本的交流都不敢，因為說錯話後果是很嚴重的。隨着時間的推移，慢慢的民眾們也就習慣了，也就学会了不發声。從此以後，伊朗的電影電視裡不再允許出现男女親昵場面，女性形象必須恬靜，全身包顏，不得眉目傳情，搔首弄姿。廣播停止播放西方的搖滾樂、爵士樂等等，只允許播放伊斯蘭音樂和軍樂。禁漁力度越來越嚴格，連下棋、打撲克都歸類為非伊斯蘭文化而受禁止。直到两伊戰爭結束，神權政府才稍微放鬆禁令。自此，巴列維時代開放世俗的現代城市生活只能化為泛黃的老照片，多年來被互聯網傳送不止。至於現實中的伊朗人，則仍然要為了最天經地義的個人自由而付出正常社會下不可思議的犧牲。1989年6月3日，在統治伊朗10年後，86歲高齡的霍梅尼在午夜前被真主召喚。霍梅尼葬禮的那天，是一個溫度高達40度的炎熱夏日，來自伊朗各地的上千萬人都自發湧入城市和街道，前往德黑蘭安葬霍梅尼的墓地。據估計，僅在霍梅尼墓地周圍20英里方圓的地面，就積聚了200萬人。這位被標榜為伊朗偉大先知的霍梅尼，可以說是整個世界近現代史中爭議最大的一個領導人了。其嘔心瀝血奮鬥幾十年，推翻富裕發達的巴列維王朝，卻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朗，使得國家倒退了幾百年。從理論上來說，霍梅尼應該是伊朗國家的罪人才对。但是在伊斯蘭教的宣傳和教育之下，伊朗的百姓對於霍梅尼甚至當作神靈來看待，而且將其看作伊朗最為偉大的人，第12伊瑪目。霍梅尼葬禮這一天，從全國各地湧進幾百萬人，使得整個首都德黑蘭的交通徹底癱瘓，而且人還源源不斷的增加。這些人都是來為霍梅尼送葬的。這些瘋狂的送葬百姓卻不斷按照波斯禮儀，用鐵鏈抽打自己，有的直接用沙子往頭上澆，意思是跟領袖一起埋葬。整個葬禮哭聲一片，多數人更是捶胸頓足。送葬人群不斷向霍梅尼的棺椁靠近，他們想要瞻仰霍梅尼最後一眼，而且都想要撫摸霍梅尼遺體，或者得到一片果實不等遺物。按照伊斯蘭教法，一旦得到這些，將是神靈賜福，必定福壽康寧，進去天堂。所以無數人向霍梅尼棺椁擁擠，以至於很多人被踩踏，而且因為撫摸的人太多，使得霍梅尼的木質棺椁直接被毀。而且悲痛的人群還不斷撕扯霍梅尼的衣物，使得霍梅尼身體幾乎暴露在外。當局無奈之下，只能用直升機搶出棺椁，並換上鐵質棺木，而且決定迅速下葬。但是激動的人群還是無法阻擋，很多甚至直接跳進霍梅尼墳墓，非要將自己跟霍梅尼一起埋葬。為此，伊斯蘭革命衛隊費了很大的力，才將這些人整走，而且還有很多人不斷的要用手扒墳墓的土。當局害怕霍梅尼下葬後遺體會被刨出來，於是在迅速下葬後，用吊車將一個巨型的集裝箱壓在墳墓之上，這樣失控的人群就無法破壞霍梅尼的墳墓。整個葬禮
堪稱狂熱、罕見，場面失控。當時有幾十個西方媒體現場採訪，但是伊朗當局認為不宜流出，所以在國內收繳了幾乎幾千個關於葬禮的錄像帶。一個意大利記者偷偷帶出了一盒錄像帶，將之公布出來，世界才第一次領略了霍梅尼葬禮的瘋狂，在伊斯蘭教控制下的瘋狂。而根據史料的統計，當天霍梅尼葬禮因為炎熱、踩踏以及悲傷過度等原因，被緊急送往醫院治療的不計其數，受傷的多達10800人，都在醫院救治。而為此死亡的人员多達10個，堪稱世界最慘烈的葬禮了。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意大利記者因為害怕像撒旦詩篇一樣遭到穆斯林追杀令追殺，所以至今都不敢公開自己的姓名，可見宗教治理下的狂熱。与北韓報道出的金正日死亡時連如何哭嚎、如何流淚都排練好，極端秩序化的獨裁者葬禮不同，霍梅尼的狂熱宗教化的葬禮確實是人人發自內心的真誠的人類情感，但正是這種事先沒有安排的愚昧而狂熱，更讓人感到害怕。而在這愚昧和狂熱過後，伊朗人民下一次迎接現代文明的到來，又會是什麼時候呢？